Hello，大家好，今天是5月12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蛇口再度大涨，在多次提醒买入点之后，其实蛇口还剩一个买点将要出现，特斯拉则选择继续上涨，重要压力突破转为支撑，美股变盘 K 线还没出现，继续等待下一个拐点产生。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24期的视频。那么阿哲呢还是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呢，阿哲还是要讲到指数方面的观察。我们最近一直有讲到这个212的变盘，那么有些个股呢其实也同时产生这种变盘点。指数呢还在跟踪，但是个股其实已经出现。那么像特斯拉、像台积电、AUY、LITE、RKB 这些是阿哲跟踪的股票当中出现了变盘点，而且已经有部分选择了方向。等一下我们可以在讲这一部分的时候，看看个股的变盘方面。那么关于指数呢，阿哲在第2部分和第3部分也会讲一下15分钟日内的短线的一个跟踪啊，它呢会比日线的判定可能会有更快的一个提醒和一个帮助。那么讲解完这个指数之后，我们来到第2和第3部分，是关于个股解析，都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科威、谷歌、微软、MSTR、Circle、礼来、AMD、英特尔、APP、SOXL、Meta、RKB、台积电、PLTR、美光、亚马逊、AUY、LITE 和 SOFI 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呢有一个温馨提醒，在我们视频当中的目录有很多的内容，所以阿哲视频的时长一般会偏长一点。但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部分您都需要观看，所以也特意呢去设置了一个时间轴。大家在观看视频时呢，可以点击下方所对应的时间轴，可以快速的进行跳转。不过在第1部分呢，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因为第1部分是最为核心的我们指数方面的一个分析。看完指数，我们再去了解个股的方向。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1部分是关于指数的一个环境的一个解析。那么现在我们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我们先要明白这个212变盘的一个使用。不过目前指数还没有出现我们用特斯拉做一个简单的讲解。特斯拉最近呢是产生了3个图表当中所标记的这个 R， 它其实就是2级变盘，也是我们所说的212变盘。那么它出现的变盘点是怎么样产生的？如果是老同学应该知道，新同学我们主要去首先再学习一下这个212呢，其实就只是看 K 线的颜色去分辨变盘的一个技巧。就如果出现了2根同样颜色的 K 线，而后再加1根不同颜色的 K 线，这个呢是阴是阳无所谓主要是同一种颜色。好，后续呢再加2根同样颜色的 K 线，它这就是一个212了。那后续如果保持这个规律比如说212之后应该走的是1，这个1是谁呢？1就是前面的这个 K 线的颜色，那么它应该是一个绿 K 线，当这一天是个红 K 线，所以这个规律呢就被打破了。首先先看有没有212，如果有的话就跟踪这个规律，当规律消失时打破时，那一根 K 线就是变盘 K 线。好，当它出现的时候，如果是下跌的，大概率呢这里就是一个低点变盘。不过这里要注意我们这种是分析的角度，就下跌变盘则大概率为低点。当做实际的交易，特别是个股的时候跟指数呢就不太一样了。我们更希望的是它有一些股价的空间，就是什么样的变盘点更容易产生低点变盘。就出现这种 K 线的时候，如果它后续不能突破它的高点，那么说明这个低点变盘的一个多方的能量是不足以去参与的，可能连短线都无法支撑。如果直接选择向下跌破，那反而说明空方很强，这个低点变盘它无效，那反而可能会有加速下跌的情况。所以出现这种变盘点下跌时出现，想要做多最好等一个突破，那么去看短线的一个上涨。而如果你发现这个变盘点是上涨时产生也不用着急，它就是一个高点，只要它不跌破它，说明它可能就是一个回调震荡再次突破反而意味着回调结束，再次启动。所以当时这里是2根阳线，1根阴线加2根阳线，是吧？它也是212所以这里本来应该是阴线，前面的1呢是阴它呢却是阳，所以这就是变盘点。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后面又出现了212，本来应该是1的阴线变成了阳线，这根 K 线呢，它因为是上涨出现，分析它有可能是高点，但实际如果我们已经买进了，是吧？前面我们说这些地方的买点买进了，好，那这个时候我应该等什么？等它跌破，确定变盘高点的力度是足够让我去止盈，或者说要小心的，这个时候我去卖出。如果没有，反而突破，那说明这一个高点变盘的力度不强，那反而可能会引发多头我们判定强势的一个方案。所以这个地方
因为当前测试它是突破变盘点，跟之前一样，所以判定呢就未见高点，反而是多方强势，那么就延续看涨。而对于波段来讲，我们就可以以此作为一个分析，只要后续这里它就是一个支撑，那不跌破问题不大。好，所以这是一个变盘点的使用。我们再回到指数上，所以指数目前其实它很长时间没有这个变盘啊，因为这个212它没有那么容易出现，它有一定的规律。最近出现了，这里是2，这里是1，这里是2，所以它的规律呢应该是两阳一阴加两阳。这个212之后，它这里呢又是一个1，这里又是一个2，所以这个212目前在保持连贯，所以当前呢是还未出现那一个打破的 K 线。那么212又走212。那么接下来这一根 K 线，今天走出什么 K 线是变盘点？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写一下，你觉得是绿 K 还是红 K？ 如果觉得是绿 K 的话，你可以写个绿啊，红 K 可以写个红。就今天它是什么 K 线容易产生是变盘 K 线呢？我们再顺便看一下其他的股票，像 RKB。它是不是也有变盘 K 线？不过它这个已经是早就选择方向了啊。我们可以看到它近期也有3个，之前这里是一个变盘 K 线，下跌时出现呢是一个低点变盘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后又出现了快速的反包，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低点变盘。当市场出现一个变盘点是高点时，这个地方我们知道突破，就说明目前依旧没有问题。但突破之后如果往下还跌回来了，那么注意了，它有可能只是高点变盘延后了，就延后了1-2天，有个误差。但只要它重新跌回来，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的变盘它还是保持高点变盘，包括特斯拉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守住这个变盘点。那么股价下跌时出现变盘，这里是不是低点变盘？那突破那就看涨啊，突破可以作为买点，但低点呢要设止损，不跌破那往上看。再往下看到台积电，台积电最近呢其实这波上涨它有2个变盘点，一个呢还没有选择，之前这里是选了，之前这里有一个212，然后这里呢是阳线。却变成了阴，所以这个地方的 K 线不能跌破，跌破就风险，突破就是一个机会。所以当前的台积电是不是也是一样啊？单一的变盘技术来看，这里是3根阴线下跌，变盘点容易产生低点，但是否有多头机会，最好选择突破。而后像什么 AUI， 大家都可以去找一下它变盘点，是吧？最近呢这里是变盘点，而价格是选择突破，而没有跌破，所以当前这里呢还是一个支撑。我们再看到 LITE。它最近是不是也有变盘点啊？曾经呢这里是变盘点，价格呢跌破之后又站回来了。只要它站回来，那么这里又是下跌的变盘，那么这个低点变盘就还有效。只是如果它出现低点变盘了，它还在往下跌，你就不要买，重新突破再看涨。而价格是上涨出现变盘点，容易是高点变盘，它跌破之后呢，它也没有突破站回来，所以它就还是看调整。那当前呢就是一个上涨时的高点变盘。但这个高点变盘，它的跌破不是很有效，因为跌破之后是长下影线，跌破1天就站回来了，而且目前是突破的，之前这里也是突破的，所以当下呢就转为看多，或者说它的高点变盘的效果可能也就震荡。这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一个是指数的变盘跟踪，还有一个是个股方面。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到第2部分，叫15分钟的日内趋势。15分钟的日内趋势呢，我们目前所看的就是纳斯达克指数日内15分钟的一个图表。这个趋势跟踪阿哲呢，平时会用到一个指标，叫做山海趋势模板。其中目前大家所看的就是一个山海趋势图了。那么目前的一个趋势结构和我们之前所讲的那个大的格局是还没有改变的。如果这个山海趋势图当中呢，它的这个白色的就是最主要的这个趋势中长线趋势组成部分龙门线，它只要这个白色线还在保持是一个向下的，整体是压力的，那么它就是一个当前的下跌趋势的一个市场。而如果它的龙门线是向上的，那么市场呢以此为支撑，那么在大的一个本级别图表当中就说明它是一个牛市的市场。所以在连续性的上涨过程当中，日线呢走的是加速，而在15分钟它就是有波段性的一个上涨回调，而每一次的回调大体都没有跌破龙门线，而以此为支撑，所以当下龙门线依旧向上，所以15分钟保持的依旧是一个牛市结构。那么从一个相对偏右侧，就很右侧的一个角度，如果你要去发现一个准确性较高的一个顶部的右侧信号，那么一个非常关键的支撑点就是这个龙门线25687.51，而当下是在前期经过连续性回踩之后，再次的一个脱离龙门线的一个上涨。所以这里呢，如果下次再发生比较明显的调整，日线的下跌阴线，它的目标往往也会往这里去寻找支撑。而当某一次的回调是跌破了这个龙门线，无法像之前那样子站稳，那么这里将会引发右侧的一个加速到现在以来的一个风险信号。所以目前我们要关注一下龙门线的位置是25687.51，我们看到
日线上。那这个数值其实就是目前阿泽鼠标的一个位置啊，25660啊，所以660、640差不多就是这个区间。有的价格如果在这个区间调整，那么1-2天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日内的龙门线啊，依旧保持一个支撑。这里如果出现明显的下跌破位的 K 线，好，那么这个地方将会产生一个日内15分钟龙门线的一个破位。如果保持延续的话，那么就要出现首次回踩日线级别这个小的一个飘带的支撑。这个飘带的支撑呢，和日线龙门线是不一样的。日线龙门线呢离得很远，日线龙门线也就是本级别很重要的一个日线的牛市一个划分，而上方的紫色飘带就是中短线一个小波段的一个支撑。当市场如果走势强劲的时候，它就会沿着紫色飘带一路的上行，当然这是日线。而我们看到15分钟，就是如果一个短周期很强势的话，它就是日内沿着这个飘带运行，跌破飘带就算一次日内的一个洗盘。当日内要走出很强势的回调后高点的风险的时候，一般就会跌破这个龙门线，然后让它转为一个压力。当然，如果龙门线是支撑的话，反而是一个中期洗盘的一个启动点。所以这是我们所要去关注的。一旦呢跌破龙门线，那么就容易产生对于飘带的一个二次回踩，那个时候就可以关注是否有二次回踩。当然这里讲的是指数啊，个股呢需要具体去分析。后续的每一只股票啊，在我们目录当中的阿哲都会用这个山海趋势图去跟踪，大家也可以看一下，里面如果有你的股票，那么它的趋势是如何的。如果阿哲所跟踪的股票里面，并不所有都是您所持有或者说关注的，后续呢您在订阅阿哲频道之后，也可以呢去跟助教老师去安装，可以以此呢去进行分析观看。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内容，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那么听到这啊，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同学，可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宝贵的小红心。如果您的时间相对宽裕，也可以在下方的视频底下留下您的宝贵评论，亦或者是建议，那么阿哲看到呢也会非常开心。当然，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阿哲希望大家除了点赞评论之外，也可以呢在视频底下点击订阅按钮，点击订阅之后就会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了，会显示一个已订阅。未来阿哲所发的视频，您也可以及时的观看得到。如果您想要阿哲主动提醒到您，您也可以把这个全部铃铛都点开，因为这个铃铛点开之后啊，只要您是订阅的同学，都会在阿哲更新视频的第一时间一发布就会通知您，您就不会错过了，那么就会最及时看到阿哲更新。感谢您在第一次相见啊就能够订阅阿哲频道。那么订阅之后，您也可以去找助教安装一下啊这个山海趋势图，这算是阿哲的一个见面礼。目前您如果是订阅了新订阅同学，还没有装过这个指标的，都可以在右上角的弹窗小卡片当中点击之后找到助教，可以跟他要一下这个安装的方式，您可以安装这个手机版本。如果您手中所持仓的一个股票呢，阿哲有一些是没有看到的，您都可以用这个山海趋势图可以去跟踪啊，按照阿哲所教的方式都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呢会讲到15分钟的一个变盘时间。这个呢是我们另外一重啊对于订阅粉丝同学的一个福利吧。只要您是我们的订阅同学，那么阿哲每天盘前也会写一份盘前的广播，在广播当中呢会讲到个股的分析、指数的分析，还有一些关键的时间啊、空间的一些价格和点位。那么其中一部分就是时间上的一个分析。那么阿哲认为，在纳斯达克指数15分钟是存在一些变盘时间窗口的。那么它呈现一定的规律，在某些时间段容易产生一些高点和低点的一个情况。如果结合日线，结合一些指标分析，效果会更好。那我们可以看到，昨天5月11号盘前，这是阿哲呢昨天盘前所给大家去写到的一个内容，分别在日内的变盘点有3个，一个是10点、11点半和2点30分。这个变盘点呢是上期视频阿哲就已经提前给过大家的啊，后面2个呢是我们在昨天盘前所写到的。当下我们所看到昨天的行情是偏震荡，在这种震荡格局当中呢，10点是一个价格反弹的高点，11点半呢是昨天最高点附近，而后2点半是价格高点下跌反弹的另外一个高点，所以昨天的3个变盘点都是高点，然后价格形成了相对弧形的抛线的一个形态。那么当下它已经有点略微跌破之前的小的一个趋势线，当然这是日内的，所以它的一个重要性呢不算是特别的可观。不过我们可以知道是高点变盘之后开始往下破阻低。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变盘点如果它是低点变盘，那么市场每次都是往上破走高，每次都是破走高。而高点变盘如果回落时不破走低，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一个上升的结构。而反之什么时候可能空方会开始变强呢？至少日内15分钟空方会开始变强，就是一个高点变盘之后，市场开始往下破掉左边低点，而这个破的力度越
明显，那么它的一个效果越好。所以当下除了变盘点开始密集变成高点之外，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变盘点把之前的低点给砸破。虽然目前跌破的一个力度不多啊，所以今天盘前我们继续看一下。今天第一个变盘点呢是盘中的10点半的时候，也就是说是第4根15分钟 K 线的时候。那么这个时间是香港时间，大家记得用的时候要转换一下。那么也就是说10点半的时候是类似会出现一个变盘 K 线，这根 K 线如果是下跌的，容易见到变盘的低点，然后如果是上涨的话，容易见到变盘的高点。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在低点变盘之后的反弹力度和高点变盘之后的下跌力度。如果市场依旧是高点变盘，而依旧维持跟昨天一样的破底行为，那么这种位置就说明一个15分钟的下跌结构的形成，那么就小心它的延续调整和往我们所说15分钟的龙门线去走，去寻找支撑的一个动作。当然，如果那个地方啊，它是一个低点变盘，而后市场的反弹啊是相对破左高的，那么就说明整体要么是震荡，要么依旧恢复一个上涨的趋势，那么就等待日线的变盘 K 线的产生啊。所以以此呢，我们可以用日内变盘点去关注啊一些多空日内的转换。当然，如果对于日内的同学，也可以关注在变盘点附近一些高抛低吸的一些选择。那么以上就我们所想到的这个15分钟变盘点的一个内容。那么在接下来我们将会讲到个股的分析，那么希望也对您能够有所帮助。那么在此之前，阿哲正式跟大家去讲一下，如果您是今天的订阅粉丝同学，您找到助教之后呢是有4重福利的。那么这里阿哲郑重的为大家去介绍一下，如果您是老同学或者说已经领过这4重福利的，都可以跳过本部分直接到下一部分的个股解析。那么这4重福利分别呢是哪些呢？第一个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上海趋势图一个指标分析模板的主图部分，您可以获得1周体验权限。第二部分就是每天的美股盘前的盘前广播，就我们刚刚所讲的盘前阿哲所给到一些观点。第3和第4部分就是一些课程了，分别呢是包含了技术分析以及我们美股期权的专题课程。那么技术分析的内容主要是讲美股我们的一个纯粹的股票方面的技术分析的实战，而美股期权呢就是根据技术分析的实战，还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期权的策略所结合去进行使用的。所以大家根据时间也可以去看对应不同的课程。如果你还是技术小白还有很多的内容不太理解，都可以去观看香港时间早上周2到周510点的课程。那么每周的周2到周4都会有。那么像期权课也一样，也是每周周2到周5的下午5点钟，大家根据这个时间可以去看。那么接下来阿哲也给一下我们本周的一个课表。本周我们的主题叫做深维交易多空套利。在目前这种市场相对偏高位的地方，如何去更好的去做好低吸高抛、暴利和万能的交易模板，这是我们本周分析的一个课程，这是我们本周所分享的一个主题班课主要的内容。那么如果要参与这些课程和获取4重福利，您都可以呢，除了点击右上角弹窗小卡片之外，在评论区阿哲也相对应放置了一个置顶评论，是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2种方式您都可以找到助教。而如果您是订阅粉丝同学，都可以以此找到助教，而后去领取这4重福利。那么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也很希望大家在首次订阅阿哲之后，就能够快速在技术分析上有所学习，有所应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个股方面，我们第一支标的还是要讲到特斯拉。特斯拉目前的一个方向和运动轨迹基本上呢，就是往着上方这个通道去的。之前我们说这个地方的中期支撑有效，那么它可能要敞开的反弹的目标其实就是这些通道的地方。那突破一个通道回踩不破，确定有效，那这样就是往下一个通道去运行。那么一般这个通道因为有点宽所以阿哲呢很多时候有一些中间的通道略过了。大家其实也可以略微有点想象就这中间的地方其实它也算是中轴线，就每个通道的中轴线其实也都是一些压力位。当前就是越过了中轴线，而后也有一个回踩向上，所以目前直接就看下一个目标，就是这个上沿的地方，如果也能突破回踩，那基本上就是往前高去了。所以接下来它的目标相对来讲不算很难，略微上冲就有机会。那又结合我们所说的一个变盘 K 线，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支撑了。价格不管是回调还是直接往上，那么这附近要么就给多一个加仓机会，要么就直接往上看一下压力能不能过，不能过就小心2次回落，做一些小幅减仓等待波段的2次回调买入。而后怎么去买的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特斯拉的上海趋势波，我们也可以看到特斯拉的上海趋势图。我们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图表，在图表当中你会看到它的日线图其实目前是什么状态呢？就它已经是一个紫色飘带，
也就是说中短线的趋势是向上的，而后这个龙门线它也是保持向上的啊，所以它的中长线也是向上的。只是之前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波回调中期的调整太深了，直接跌破了飘带，直接跌破了龙门线。不过跌破之后目前是涨上去，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认为它也算是一种类似黄金坑的一个地方，就是洗盘太深，然后在这里挖了一个坑。那当下有一个关键的行为最好能够实现，就是这个龙门线要站稳。当这个龙门线能够有效站稳时，那么这里就真的能够成为一个中长线向上过程当中的一个中长线的一个底部阶段，所以这个地方最好不要跌破。它刚好和我们所说的变盘点 K 线呢是共振的，这个地方如果出现跌破有效，那往下可能将会说明它只是一个中期的反弹，而不是反转格局。所以这里要注意它的这个压力位，目前来讲算是有效突破吧。但能不能站得稳，还是要看后续的一个空方的力度。我们看到它这根线当前是 418.351， 这个呢是龙门线的一个数字，所以大家可以看好。如果回踩2次不破，那反而是一个加仓点啊。如果快速跌破，而且很强势的阴线出现的话，那哪怕底下是紫色飘带，这里呢很容易也会被击穿。所以关键是龙门线不要被有效突破。在这种情况下，慢慢的等待飘带也涨上去，那么就容易出现顺势行情，就是中长线看涨，而后中短线走强。就类似于之前的这种阶段，飘带往上走，股价呢也涨到龙门线之上，慢慢的就会出现龙门线向上，然后飘带向上的这种顺势行情，这种就很好。当下呢还只是初期当然如果它这里不能站稳飘带，那就成为了一个上涨中期反弹的末期所以这里是要去看好注意的。而后当前它是一个升级九转的第8转，如果能形成九转大概率能够形成形成之后，其实这里就是一个上升结构那么这个结构性一旦产生其实对于趋势来讲也是有好处的所以今天将会形成九转，九转之后回调力度不强，那将会延续看涨。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英伟达。英伟达的话，我们上周也讲过在市场出现一波单边强势上涨，很像是一个反转阶段的过程当中，它的回调其实可以寻找一个买点，所以这一个仿包阳线其实是一个很明牌的一个回调买入的一个行情动作。当然买进之后它没有给到特别好的2次加仓点当时呢其实是想买了一笔，然后往下调再买一笔不过这个地方没有给到机会，那么就往上看下一笔的加仓点因为它已经突破了左边我们所说的左高并且它是突破一次回来之后快速往上再破所以这种胜率会更高价格走势突破有效的可能性会更高。那这里就作为一个支撑转变的一个地方，价格如果有机会回踩，要么就跌到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可能性不大，如果真这里跌到这里，那其实这个风险反而更大一点，所以最好不要跌到这里。价格走势它要守得住这里，股价呢跌回来再止跌，我们再看2次的再次启动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波段，这是比较健康比较良好的一个回调。如果直接跌破，那之前这里就是最好，而如果它在这里往下跌把这个地方给再次跌破，那就很危险了因为突破一次失败，突破第2次又失败，那这里就麻烦了，就哪怕呢是盈亏平衡最好也是要减仓或者说直接就走。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山海趋势图，目前所看的就是英伟达的一个图表，其实目前也走了一个新的9的一个过程因为之前这个9转走完之后市场突破了价格回踩往上，那目前最好就是继续走这个9转的一个判定是每天都比4天前的收盘价要高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要比的话，就是1、2、3、4比1的收盘价高就行了，也就是说5的收盘比1的收盘高，那其实就很简单。所以股价往上波动，目前依旧是连续的阳线，还是比较强势。从周线来看，其实也是一个我们线上紫色飘带只是呢它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的超涨超买的阶段所以目前这里做短波段的话，一买上到这里收阴线，一卖其实整体也有一部分的利润还是可以的。当然如果要看更长远一点，你就最好守盈亏平衡，等2次回调加仓也是可以。但那样的话其实是有可能会出现利润的回吐，以及呢这一次白买。那如果我觉得左侧的一个减仓不太好把握的话，也可以看到15分钟的英伟达在这一次的一个止跌上涨当中，其实就是龙门线继续的往上回升，因为这个龙门线向下的时候，说明日线发生了一波回调嘛，就是上周的回调，而价格目前止跌启动有效，所以就回归了一个龙门线向上，而后紫色飘带。正常来讲，如果做了一波短波段行情，那我比较担心它的回踩的时候不一定会踩的这个龙门线踩得稳，
那这个时候我可以看一下，以飘带为准，做这种短波段。飘带的话，它跌破，我们最好不要往下跌破2根以上，就跌破1根2根之后，它这里要往这里设一个止损啊，或者说止盈点吧。再往下跌破的话，我日线的那一笔买进到这里，其实我就走也是可以的，就它有可能会延续下跌了嘛，到飘带附近。所以股价的走势，它到飘带这里的时候就跌破1根，然后就没有跌破了，这种其实就是洗盘而已，往下跌破。看一下跌破的第1根，跌破的第2根，价格走势在这个区间其实就止跌了啊，那没有继续跌破，所以就只是洗盘。那这种洗盘其实就是日内洗盘，所以15分钟的话，这里跌破1根2根啊，这个地方都没破，往上继续突破，那就依旧顺势看向上，直到呢有一次跌破2根之后啊，就要小心它的一个风险。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前期啊，像这一波上涨也是一样的。就如果它破2根，就破1根、破2根，还在往下跌，就有很大机会它还有下跌空间。这个时候你就可能要看到龙门线附近，我们把龙门线调出来，它这里好加载好了，是吧？就跌破2根之后容易往下，当然它前面其实早就跌破2根了，所以像这附近，好，后面走了一波短线上行之后，你会看到的是，正常它的回调是不会破2根的。当然，它这种有时候消息面原因就没有办法了。阿哲讲的是正常价格波动啊，跌破1根，跌破2根，还在往下破，那这里就容易回到龙门线附近。但龙门线不一定会踩得稳啊，它踩不稳，跌破那没办法。正常来讲，如果你是成本很低的话，你可以看龙门线去做这个减仓日内的。如果你的成本相对偏高，做短线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如果跌破2根啊还不止跌，那其实这个时候啊就相对有点危险啊，所以当下也可以这么去看。以上呢是关于英伟达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比特币。目前所看的是比特币的一个行情，当下就是保持一个价格通过震荡上行去突破了周线的一个运线，就周线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大阴线，目前这里是运线的一个内部结构，当下是开始走出了运线。那周线走出运线，我们是不是讲过它有一个涉及到有效突破啊和这个压力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当下的周线运线的高点呢，就是一个压力啊，压力出现的时候，这里最好是不要出现大阴线重新回来，而后反抽反额这样走，那就不好了。那这里就要小心是一个运线的高点的触碰，而后还是走震荡的话，就有可能要去碰一下之前这个区间内了，那这个幅度是有点大的。所以对于短线来讲，这个地方做多的话，性价比是不太高。所以当下如果你要去做多，阿哲认为你可以看一下底背离之后的价格反馈啊，比如说以太坊，目前其实顶背离还存在，就价格顶背离存在的话，那这一波后面的上涨，它只要维持顶背离，其实这个资金是不太同步的。这种时候它的上行又是在走慢的，因为它上涨之后其实就走震荡，又是一个压力位附近，这里其实就随时预防啊，它可能这里是一个顶部的一个环境。所以如果要做多啊，那其实就以反弹或者说以底背离后去观察它有没有一个低点机会。低点的话可以看以太坊这个低点，以太坊这个低点是很容易出现底背离的啊，因为只要不大跌，那么比特币这里其实不太容易跌破啊，所以它如果是正常的比特币小回调，而后以太坊忽然出现的下杀，这个地方反而会容易出现短线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这是阿哲对目前加密货币的一个看法，就是短线找底背离后的多头点是有机会短线做一波，但是整体的方向来讲，还是这里是一个顶部区内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要小心啊！这里是运线的一个假突破，周线的运线。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三部分啊，第三部分的第一只标的是 Core 位。目前呢，我们来看到 Core 位的图表。Core 位的话，它是走了一波价格上涨，而后2次回调，这里是一个子弹蓝 K。就如果您是第一次安装这个上海趋势图的同学，您要特别关注这个图表当中的一个信号，就是紫色飘带，说明是一个趋势上涨。而趋势上涨，它如果出现一个蓝色 K 线，代表市场是超跌的。如果它是一个趋势走黄色飘带的一个蓝色 K 线啊，说明的是反弹的概率比较大。大部分的相对趋势坏的情况下，它的超跌一般是反弹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而如果它是一个紫色飘带，就趋势走好，出现一个蓝色 K 线，一般是阿哲认为它是用高概率的做多点。所以当时这个突破，我们是可以有一波看涨机会的。阿哲也在那个时候提醒过这个买点。这一波突破，它出现了一个黄色 K 线跌破，那么这里是一个了结止盈的点，后续往下再跌。所以目前是走了1次上涨，2次回调，3次上涨，再次回调。而这个结构其实只要不破前面低点，就不要有一根大阴线击穿，不要出现这种动作
在这个幅度内的回调，阿哲认为对趋势的影响还是不大的，所以目前这里依旧可以认为它是再次的回调，有机会再次的启动。当前这里呢，可以等待一个再次的买点，不过一定要有买点才买。这个买点最好是有足够强力的，像之前这种反包阳线、强势底分型。目前这里是运线，那至少要有一个运线上破，站上飘带，再次的看涨，否则小心这里往下破龙门线，那么就是结束了行情。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谷歌，谷歌的话呢，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啊，就是它出现一个跳空的下跌，而后这个下跌刚好左边呢有是个九转啊，又有一个宝石 K 线，这个宝石 K 线呢是左侧信号，它跌破了啊，这种算是波段的高点。前面这种地方啊，宝石 K 线产生的时候不跌破的话呢，就说明这个地方还有机会向上再往上看一看。这个地方的宝石已经被跌破了，所以目前的左侧信号就是有很大的可能性要往飘带回踩，加上又有一个左侧是 08.49 转多线没有破，跟之前这里就有所不同。之前这个地方九转之后走震荡，然后突破，那就看下一个九转。那这个九转出现了，目前没有突破，走高点后的颈线位的跌破，那这里就往下看，至少飘带为第一个目标。好，飘带目标回调看 370.341，这有可能是首次回调啊，到时候有机会我们再看是否有二次买点。下一只股票再看到微软，微软它其实也是个上涨回调，但是它没有出现像扣位的那种买点，就是它没有蓝色 K 线，也没有仿包。有同学说啊，这不算仿包吗？这一波上涨，其实这个仿包没有什么太好的买点。因为它要么就是没有仿包，要么就是仿包的时候是一个长上影线，要么就是一个阴线，所以它其实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买点，最好能够有一个阳线啊产生，把这里给吃掉。好的一点就是它把缺口给补了啊，这是不错的补完之后二次回踩再启动阳线啊，站回飘带，我们可以看涨啊，否则这个地方要小心如果它目前上没有跌破啊，跌破一根两根还往下跌的话，这里其实就要很大的一个，那这里呢就要注意，它有可能是一个要升幅回调了。那之前低位买的筹码要分批的去做一些止盈，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的确定它这里是二次回调，还是说它是一个空方又再次的反扑，可能要再次探到更深的低点，因为它最近走弱啊，确实走的有点弱。所以要小心跌破两根的动作，目前还没有跌破。那如果再有启动，那就继续往上看。我们现在455.537。后来看到下一只个股是 MSTR 它的一个结构，其实有同学问到，就为什么阿哲没有讲 Coin 了？其实 Coin 和 MSTR 它整体的格局，它整体的一个方向是没差很多，就是有时候它强，有时候那个强，仅此而已。很多时候其实基本关联性比较大，当然 Coin 呢可能走强的概率会比 MSTR 大很多，所以阿哲呢是公开，我们可能会换着来啊。MSTR 目前讲的比较多啊 ，Coin 的话会在我们的盘前广播当中会讲。像昨天我们有讲到，像 Coin 它其实就是一个买点，是吧 ？Coin 之前子弹蓝 K 出现了，这里反包是一个买点，而价格呢又再次回调这里呢是个 IRK 线又是个买点。在昨天我们在盘前广播也讲过。目前还没有订阅阿哲，可以点个订阅。我们的盘前广播以及这个上海趋势图你在订阅阿哲之后，您都可以去找到助教，然后去激活去领取右上角弹窗小卡片您找到助教之后都可以领一下我们的一个订阅福利。所以目前的 MST 一样的，就价格走势沿着这个我们的飘带走嘛，是吧？回调反包突破，价格走势又回来又反包又向上，所以走的就是一个结构性的上涨。不过它当前也面临一个压力线就是龙门线嘛。龙门线是在196.73，已经是一个低点超跌反弹相对大的空间了，已经很不容易了。在这种很强势的下跌当中，修复龙门线的乖离是一种正常事件，但是全部修复已经是一个很强的反弹，所以这里要关注的是，从一个反弹来讲，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末尾阶段，除非它不是反弹所以当下要关注是否能够突破站稳飘带，回归向上，龙门线慢慢的由跌转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中长线开始有机会反转向上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而如果龙门线保持向下，那么到这里就产生压力，反而往下破产生一个黄色飘带的话，这里将是一个中期反弹的末尾阶段，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关注。短线走到这里再加仓就不太理智。而后它是一个九转的第7根 K 线，又是个黄 K， 一旦出现9号 K 线，一旦出现黄 K 破位，这附近就容易产生什么一个相对的中期的调整，因为刚好到了龙门线嘛。
下一只股票我们来看到 Circle， 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想要让很多股票去达到的一个状态。就之前呢是一个龙门线是向下的，向下过程当中呢，它终于修复了一次乖离。当然，像这一次呢是一个失败的，也不能说失败吧，就是一个末尾阶段，就中期反弹末尾阶段，在龙门线修复，但是龙门线还是向下的时候，就容易发生这种地方。一旦过龙门线，就容易是末尾阶段，就容易干嘛？出现要么是二次回踩，要么就是继续的走空了。当然，它这里呢就大概率是二次回踩嘛。这一次我们也是看的很多次的买点产生，所以有时候行情真的强势的时候，或者说是回踩的时候，它其实会给到不差的一个机会。像这也是上涨第一波，而后二次回踩，是吧？从这个附近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它不断产生一些买点机会包括我们之前在这里看到了2根蓝 K。反包出现是吧，也是一次机会，二次回踩，昨天依旧呢产生了一个支撑机会，所以飘带呢开始有强支撑，龙门线呢开始被有效站上，从之前的突破就跌突破就跌，到目前突破之后飘带转支撑，所以趋势在改变，目前向上可以看前高，突破的概率这种是比较大的。不过这里要看一个点，就是我们所说的如果你之前这里没有买，后呢到这里它也没有买，到这里也没有买到我们之前上周讲到的一个买点，就这个地方是不是突破，算是一个巨涨买点。突破之后呢，以它的低点作为防守，没有日线跌落，那就是依旧上涨。所以这些地方其实有很多买点当然到了这里开始，你的买点就偏高了。它之前这里是左侧的，目前这里呢还可以算是个二次回踩偏右侧的左侧，到这里开始就是右侧了纯右侧的突破，然后这里追涨，目前就是上涨回调是吧？再次回调，再次向上，所以当下其实基本就是纯粹的右侧的交易点。但右侧交易点在Circle这种波动很强的一个股票当中呢，很多时候你可能只能做追涨，做回调呢也只能做轻幅的回调，当它有升回调时，可能就已经不是回调了。我们可以看到这根阳线突破了左边这个1号 K 线，九转的1号 K 线就是这个压力线突破。好，那么压力线突破，把1号 K 线作为一个关键的区间，如果它是这样回踩，看到这种机会，就这个地方如果回踩是允许的，这种回踩幅度是允许的，然后再次止跌，那么则作为再次的微洗盘的一个买点。不允许的是什么呢？快速的又把它跌破了，这种力度就太深。这种情况下呢，之前的很多仓位开始要分批的止盈，你要小心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做2个头，就要小心了。所以这里最好今天能够直接过，或者说踩也不要踩太深，就踩这个1号 K 线的这个区间然后止跌启动再给买点。周线上也是一样周线上的话呢，它是不是之前周线也有一点红，出现之后价格是上涨回调飘带，之前呢是黄色飘带转为紫色飘带，突破之后回踩，目前向上，正常逻辑趋势是可以突破看涨，后未来的每一次回调，周线上它的一个紫色飘带都有机会在日线产生中期的一个买点，所以我们可以持续的去看一下，去跟踪一下。那么这一根 K 线大家可以就看好了，就3月23号它的最高点是 127.48， 最低点是 121.32， 作为一个合理回调的一个区间，如果都不回调直接创新高，那就更好了，那这个买点可能就没有了如果有最好是回踩，略微回踩，它这个买点有可能在日线出现，也有可能是日内出现。日内的话呢，依旧看到15分钟它可能踩就会踩到这个龙门线出现止跌，那个时候算是日内的一个机会。而15分的龙门线我们也可以看到是 115.675 是吧？它的这个最低点是 121.32， 其实差不多，没有说差很多。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履来。履来的话，它其实就也跟特斯拉类似它的走势股价走了下跌它其实也有一个颈线位的突破，只是不是很成功。但是二次回踩，龙门线如果不破，飘带如果不破，那么产生再次的启动点，这个地方其实也可以看一个买点。目前这里是力度不太好，但其实有那么一点点买点的意思昨天如果能够直接吞掉这一根阴线就好了，目前没有，可以等一个阳线出现吃掉之后，可以看一个上涨否则就继续看飘带的支撑如何。目前的飘带的上沿是 938.744， 它的下沿是 920.057。而后我来看到下只股票是 AMD 的整体走势，它这种股票不管是 AMD 不管是英特尔还是谷歌，其实之前都是这么去走的，还有亚马逊是吧？所以这种股票呢，中间卖飞之后这其实就不看了，或者说看的很少了。我们更多就寻找一些还能够买入的机会是吧？像最近所看的特斯拉呀、RKB 还有 Circle 都是在这种原因之下，我们去再次挖掘去发现的。像这种的话，其实做到一半，哪怕走了也就那样吧，是吧？后面其实整体有空间，最多就之前的空间。所以当下呢，如果你还持股的你可以认真听一下，就这个地方
目前它呢至少没有像谷歌那样子出现明显的关键 K 线的破位它这里呢其实刚出现一个另类的一个九转，当然这个九转我们没有公开讲过不过也算是可以注意的。它是不是走了2根1根2根再加1根这里是1根，所以这里是2，这里是1，这里是2，是吧？所以它是212，这里是1，没问题。这里本来是2的对了 ，MD 可能看漏了，它这里其实也是一个变盘 K 线，是吧？它已经出现了。如果这个地方出现一个阴线破位，那么说明它的力度要小心，容易呢调整。所以这一个10日线 B 点是防守，而上涨当中出现变盘点，这个地方容易是高点变盘。那么下只个股我们来看到英特尔。英特尔是不是一样的？不过英特尔要更强一点，因为它走了2个九转，九转之后还在上涨。那目前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很多股票最近好像都有212这里没有212，它是一个阴阳交错阴阳交错的话，大家如果会的话，可以自己去跟一下今天我们就不讲了，它这里没有212。而从九转的一个角度，它是连续性的上涨，而后上涨时它的一个转多线基本上都突破了，而且很快所以跟谷歌不一样谷歌它是没能突破第2个转多线，它是快速突破了第2个转多线，所以这里呢依旧把它作为支撑。如果出现快速的跌破，特别是那种强势顶分型跌破，那其实就风险等同于谷歌，目前还没有目前的支撑有效突破，那就压力转支撑如果这里不破，依旧呢顺势往下看。正常突破九转的转多线，那么就看13，或者说看下一个九转。好，所以当下呢，英特尔就是继续，它呢连昨天的低点都没有跌破过所以很强劲。黄 K 低点也是从来都没有跌破过，算是比 MD 和谷歌还要强的。下一个股票我们来看到 APP 就是走震荡。震荡的环境下呢不太好操作之前它这里其实也有一个上涨回调，我们提醒过一个买入机会，但它就是短波段的过了左高就有压力，快速回落。目前它是走了一个上涨回调往下再徘徊，还是震荡，可能会有机会，但这种行情可能会偏磨，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启动。结构是还行，跌破了龙门线之后呢，在底下震荡了很久，这个地方如果能启动还是不错的，可以去看，但它不能作为主要的一个方向吧，因为确实有点慢。到现在还不启动的股票，很多时候可能一启动基本上就结束了，环境不太支持了。看到飘带有一个支撑的一个下沿是 451.684， 上沿是 466.089。下只个股我们来看到半导体3倍做多这只标的呢股价的走势进入了个黄 K 黄 K 出现之后，它也是7号 K 线，所以新的黄 K 产生就做新的一个防守线。黄 K 出现的时候呢，说明它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标的，同时也有可能物极必反。但右侧来讲，就是黄 K 的低点作为一个反手，不跌破的话，就依旧看黄 K 的一个上行。当然，黄 K 如果消失了，那之前的黄 K 都没有跌破，那作为右侧来讲，就继续持股。而后目前就是黄 K， 那低点做防守，如果再跌破，那这里呢就看回调飘带飘带的一个价格上沿是 136.761， 再看到。它其实就保持弱势因为它的龙门线向下，而后它的飘带也是黄色的，整体都是向下，那顺势呢就是往下看的概率更大而价格走势，它目前虽然有蓝色 K 线，但毕竟是逆势的，而且蓝 K 没有仿包，一旦仿包呢可以看反弹，最多也就看正常来说的反弹是 632.519这是它整个黄色飘带的下沿。然后我们来看到 RKLB 呢，它就是趋势的延续整体来讲就还是一个延续的日线。我们刚才是不是讲到了纳斯达克指数它的一个15分钟的一个节奏就是龙门线向上，那整体呢一个本级别图表就大概率是一个牛市吧。所以 RKLB 也是一样的，它的龙门线日线级别一直是向上的，就每次回到龙门线日线附近，那就说明是日线的一个大的一个机会，就每次回到龙门线日线附近，所以每次回到龙门线日线附近，它其实都是这种机会。但这种机会有时候不好把握，很多时候就是左侧的，但它转为紫色飘带时的那种回调的机会呢，你还是可以吃到一点的。所以每次到龙门线附近不破的股票呢，你不一定要直接去买，但它只要转到紫色飘带，第一次回调那个买点的胜率是很高的。所以包括这一次也是一样的，是吧？行情呢总是不断的重演，但它不会简单的重复。之前这里是不是也是龙门线回到了回踩了？是吧？这是第一波的一个机会。你说这一波行情我就抓一波又怎么样呢？是吧？3根 K 线几十个点，碰到龙门线启动一波2次回踩，是吧？给到蓝 K 子带突破买，是吧？这里一波机会，是吧？这一波抓到机会期我都不用管它什么时候见顶了，2天时间快50个点，那基本上我直接就卖掉又怎么样呢？是吧？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短波段很舒服的一种交易点，但这种点位不太好去每次都找到，除非你特别专注于找这种股票就踩到龙门线附近第一次转紫飘带，它的低位的回踩买点，
这种其实就是比较舒服的，胜率比较高的，它的风险也不会说特别高，就是盈亏比很不错的一些买点。那当前如果做多之后，它是一个黄色飘带，它是一个黄色 K 线，那低点做防守跌破，但这种其实你就会回吐很多，就没有太多必要。做短波段的话，如果突然间加速，如果它是像特斯拉那种慢慢走，你可以一点一点去设防守，但如果它是直接加速的话，就没有太多必要了。就短线能够2天给50%的行情，就没有必要考虑太多，卖到最高点那个地方了。那么如果非要去跟的话，其实15分钟也可以，是吧？目前15分钟跌破了第一根，今天再往下破一根就是2根，所以2根15分钟低点设防守，如果再往下破呢，就容易到龙门线，那个回吐就比较多。更加稳妥的也可以看1小时，1小时的话其实已经有卖点了。昨天它是不是这波上涨也是回调到1小时的龙门线出现启动？那1小时它有一个黄色 K 线已经跌破了啊，连续黄色 K 线，那这一根已经跌破，而且有1小时的九转，这个地方你昨天尾盘跌破，直接做一个本质加速的一个止盈都是可以的。那下一个我们来看到台阴的看法，其实跟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回调买点是一样，这里是变盘点，又刚好是回踩飘带。那就等待仿包，那仿包一确定，低点变盘加回踩的一个点位，那就继续顺势看趋势的上涨呗，是吧？如果跌破，那就注意了，这个趋势它容易往下破，所以低点不破，一破就认为这里是一个高点变盘的区间。下一只股票 PLTR 就基本上龙门线向下，黄色飘带稳定啊，跟 Meta 是一样的，虽然走震荡，但是它还是黄飘带，所以这里呢就依旧只能看反弹的空间就是黄飘带的空间，黄飘带的下沿。目前是140.199，上沿是141.951，它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大级别的低点呢？不是说不可能，但是偏弱啊，因为它这个九转下来之后，它目前是没有跌破的，它的整体还是一个空方衰跌区间，二次的启动也比较强，但是就是这一波下跌调的时间太长了，把它调弱了。当时如果它是调一根2根阴线就起，那还有机会参与一波行情。目前是强势上涨啊，急涨缓跌，跌得太长就容易看不清楚方向了，走微震荡，就像 APP 那样子。然后再看美光，美光的话其实跟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一些强势的前排是一样啊，因为它也是价格走了一个九转之后，股价调一调又走一个九转又突破啊，所以目前就黄 K 不破，意思呢是黄 K 不破，那么顺势走上行。而从变盘点来讲啊，这里是2根阳线，1根阴线，2根阳线啊，所以212在这里产生。看一下，今天如果收阳是吧，就是变盘点，就小心那个地方的破位行情。然后来看到亚马逊啊，亚马逊其实就很明显，从 K 线角度就能看到它是走了一个缓慢，就第一次走九转之后就开始有点减速，第二次就更缓慢了。是吧？就上涨时很明显，从 K 线的角度就看得到动能是有所衰竭，所以它已经是这一堆飘带一直走上行的股票里面首次将要发生回调的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回调价格走势，上沿是266.006作为第一个支撑，如果在这附近有止跌买点可以去考虑，当然要先看一下有没有止跌买点。它这里走的是阴阳交错结构，在此之前有一个212，这里是2，这里是1，这里是2，这里是1，而它的变盘点其实是跌破的，这一根 K 线是变盘点，所以这里呢可以作为一个压力线，最好后续止跌反弹时不要有压力能够直接破，否则这里如果是压力，它的止跌反弹可能会失败，所以这个地方是变盘 K 线作为一个高点压力。而后我们再看到 AOI 它是一个价格的买点吧，因为它又是一个上涨回调仿包阳，那就以这根阴线作为止损，阳线突破买点可以看一波顺势，一般是左高，价格二次回踩，那又是仿包阳，正常又是看一波左高，但是它的这个结构是一直在收窄的，所以它的趋势是一直在走弱了。之前突破是吧，它是这么个走法，目前一突破就是高点一突破容易又见高点，所以这种就是趋势的末尾阶段，但是因为很多人还是在里面很活跃所以短线来讲还是比较好的一个股票，但如果你做波段慢慢到这里，其实风险性会偏高一点，它这个震荡之后不知道它是延续第二波启动还是怎么样，但目前来讲至少是偏震荡，突破新高一般有风险。下只个股来看到 LIT 这个其实不太好作为买点了，当然要买的话算是一种追涨买点，价格上涨之后回调，所以就类似于价格上涨回调这里是一个运线上破，所以这里是个左高突破，好，二次回踩，这里是一个仿包阳线包括这种地方其实都有仿包阳线买点，它买入之后一般目标也是新高，目前回调它直接新高了，就是这个地方的目标直接新高，所以这种时候你再去买呢就容易它是一个追涨而且位置偏高，这种其实就看着吧，
走一个趋势。当然你参与的话，做一点小仓位，不要太重啊也行。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SOFI， 它呢是少部分压着手跟的里面处于龙纹线向下，而后黄字飘带的。像目前还有谁啊 ？PLT 还有 Meta 是吧？这一些股票。所以也是一样啊，它前面走了一个运线，那运线目前没有上破，价格呢走震荡。如果上破，力度可以，我们可以做一个短线看涨。有一个可能性是这里是20回踩，那么它的目标位就是过飘带，那有机会转再次的止飘带，但前提是要突破有效，首先突破再看涨，不突破这里如果往下跌破，那其实就是继续的看一个中期的下跌趋势。那么以上呢是5月12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